来吧，新玩具匣子精的新产品狂暴列车。纸品方面，说明书、宣传册子，一个盲袋的收藏卡片。这一回的玩具设计并不是变成方方的小匣子，而是专门搭载这种4厘米小尺寸匣子的列车，算是一个运输的载具形态吧。载具形态的设计元素参照了老式的蒸汽车头，这里边还有一个烟囱啊，非常可爱迷你的一辆车，甚至它后边的拖挂车厢部分一节一节的也都是一体变形出来的。一款列车上边可以搭载2个4厘米的小匣子。我们把它卸下来，我觉得这一套里边这个才是本体啊，它的尺寸是和之前的小迪诺一样4厘米的小匣体，内包里还有一个可以折叠的压缩架，延展开以后可以把这个小匣子装进去。变形过程也是非常简单，把四肢先折开，大象的脑袋在这里边全部拉出来以后，记得把耳朵让一下，左右折出来，旋转180度。象牙的位置左右打开扣子，鼻子拉出，牙齿弯折。背后这里有一个缝隙，小尾巴的刻画。把这个后背压下去，再把侧边的这2条滑下来。背后的造型就和脊椎的部分进行了一个曲线的切换，机械小象就变形完成了。造型来说非常可爱，变形过程也很简单。背后这里做了阶梯形的错落，但是吧，屁股后边我明知道这个是合体连接的卡扣，为啥放在尾巴下方的这个位置就那么的合适呢？也是因为变形简单的关系，所以翻下来看肚皮里边空空的。鼻子和象牙这里有多段的活动关节，脖子打开这个扣子，左右可以旋转，上下可以进行小范围的抬动。当然，这套主要的玩法还是它的合体模式嘛。变形过程呢，也是我们先把这一块象头折开，腾出空间以后，把2个大象的耳朵90度收进去，身体侧面的这2片左右都提上去。从肚子下方看，里边有个白色的方桩，从这里顶一下，把后背也推起来。这个时候象头就可以往下，通过里边的多段关节折叠一下，卡在下方这一档的孔里面。四肢收纳。来看这辆列车的变形，翻到底盘来，先把前方的轮子90度折平。接着整体这一块拉出来，小车头的变形，抠开侧面的这块板子，根部这里有一个卡扣，我们把它旋转一个90度。另外一面因为有烟囱的造型，我们先把烟囱旋转180度，抠开90度再立起来，炸开前面的胸甲。后边的变形，先把这2管加特林180度折叠贴上去，然后侧面的这一块盖子双关节搓放下来，胳膊顺着里边左右打开，肩胛位置和上方这里锁定的扣子打开，拳头旋转到正面的方向，小臂下方的加特林炮管扭到前面。后边这一段车厢的变形，先打开下方这里的导轮，连接位置整个的往上提，注意根部这里有2段伸缩，我们把它都缩短，然后这里会出现一个扣子，把这一块锁上，全部贴合好，顺着最后的一节左右打开，这时候就可以把锤子头和握把卸下来，有2个单独的插扣固定它。打开红色的盖板，腿部180度旋转，折出，再把盖子扣上。第2节车厢向内翻起来这个插孔，然后我们整个的滑道往里压，压到底的葫芦锁卡住，顺着这里往上扣，在肩膀后方有2个插孔对应，锁上。再将刚才翻起的桩子插入红色的零件，固定，完全包起来。顺着后边这里拆开灰色的连杆，整个的180度翻折下来，卡住之后，这一块板子不用动啊，我们把它提上去，
胯部这里结合之前，再把这一块拖挂连接的位置旋转180度放下来，插上。所以这里边带一个卡孔，应该是后边还会有其他的车厢一节一节都可以进行拖挂。腿折叠放下来，注意在开盒的时候啊，它的装箱时候是这样的姿势。如果你想要站得稳呢，你得把这个双关节错下来，而且这样才是它的正确造型，腿部的关节就有了正常的活动范围。上边这段还没有完，调整一下这个双关节的走向，稍微往下折一点点，打开后方这两个黑色的棍子，两个插孔结合，锁住它，让这块面板固定起来。左右再打开这两块零件，这就是大象的耳朵了。接着用到大象的这个菊花，给它插进去。可以说这一款就相当于匣子精界的头领战士吧，一个小象单独可以变成匣子，然后给它装上一个巨大的身体，身体变形完成，还可以拖着这些匣子进行运输。合体完成的这个样子呢，狮驼岭的二大王。身体的变形也算有趣，从车头到后边拖挂的部分一体变形出来，臂炮一体变形，流星锤有收纳位置，背后这里也算是比较平整。合体完成后的高度在16公分左右，个头来说自然是要比其他的匣子精要大上一些，但可动方面就尴尬了，头部并不能来回的旋转，肩膀的位置该有的关节倒是也都有，旋转起来嘎吱的声音很响。大拇指一段可动，腰部锁死，没有活动关节，胯部这里范围倒是还可以。脚部可以左右接地，但是这个脚丫子只是一个 L 型的小框子，涉及到一个变形收纳腿部嘛。那么总结一下吧，52 Toys 的这个新系列可以说是把匣子精又换了一种玩法，给小匣子精增加了一个可变形的驾驶机甲。这个设定的逻辑和早期的戴亚克隆以及后面的头领战士其实有一些相似之处，和小匣子的互动也让52 Toys 的这条线玩法更加丰富。整体来说还是挺可爱的。那么各位觉得52 Toys 这套狂暴列车做的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这期我们就玩到这儿吧。